我们经常说自由职业，自由职业，那这个什么是自由职业呢？它有没有一个标准？这让我想到了去年我要去英国，我在网上咨询那些中介公司办签证的事情。我跟他们说我没有稳定工作，我说我是自由职业，然后他们说，根据你这个收入情况，还有你也没有公司，你不能叫你自己自由职业。然后后来我就在琢磨，那到底什么是自由职业？是一定要挣到足够多的钱吗？我想也未必吧。从2020年初到现在，距离我辞职已经有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了。我愿意把这2年半的时间叫做自由职业。今天我主要想分享一下自由职业对我个人的变化。第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我价值观的变化。原来我的价值并不是由我所做的工作，我手挣多少钱决定的，而是我本身存在就已经非常有价值了。以前的时候，我会因为我所做的工作，我的工作能力，包括我的工作的结果，去定义我自己是否有价值。比如说，可能我做销售的时候，然后如果业绩好的话，通过周围人，通过领导，通过我自己，我会感受到我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有一个月我做的不好，我那个价值感会直接降到地上。总之就是那套自我价值评定的模式是极度不稳定的，是完全依附在外界的反馈中。我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因为工作上对自己不认可，这个进而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中。我发现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像都是没有价值的，我都是不行的，就是全盘的否定自己，把我个人的全部的潜能完全的封锁了起来。而现在呢，我对我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知，我不会因为外界的好的声音然后洋洋自得，我也不会因为外界的不理智的声音开始贬低自我。就是对于一些声音，我可以很好的去区分，并且去选择对我有用的，把那些对我完全没有用的算是垃圾信息可以自动的排除在外。当我做一些学习，做一些工作的事情的话，我的出发点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也就没有所谓的去做表面工作，去完成 KPI 这样子的情况。第二点就是我时间观念的改变。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我的时间是那么的宝贵，那么的值钱，那么的有价值。回想到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做兼职，在一个餐厅当服务员，时薪是每小时4块钱，或者是5块，就是那个区间。然后呢，身边有些同学他们会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东西，那他们的时薪可能就会达到我的5到10倍，甚至更多。还有一些人自己创业的，但是我当时都没有尝试过，我已经告诉自己，或者我已经认定了我可能就只配拿这个4块钱的时薪，因为我也干不了。所以我就是对自己没有原因的一个否定，这直接导致了我离开大学然后找工作的时候的一个观念，就是我认为我身上最不缺的就是时间，这也导致了我认为我的时间是很便宜的。所以呢，我在找前几份工作的时候，即便是那个工作我不是特别喜欢，感觉也没有什么成长，但我还是会在里面混。其实如果现在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觉得即便是我的前面几份工作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我愿意去做一个改变，那就是我希望我能够用100%的心态去对待它，把它做到极致。很可惜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点。以前我总认为要让自己忙碌起来，如果是只是待着什么都不做，或者只是出去比如说出去玩一下，我认为这些都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心态有个很好的转变，那就是我即便是坐着一天一个下午看一本书，或者是我就是花1个小时去把这顿饭做好，做一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直接回报的事情，我仍然觉得我是在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现在我意识到，只要你是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什么，那么它都不是浪费时间，它都是有意义的。第3点就是我金钱观的变化。以前呢，我认为除了不义之财不应该挣之外，那别的钱只要你有机会都是可以挣的。但是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有些钱你不挣，你会感觉更舒坦，你会感觉更快乐。如果你去挣了呢，你反而会感觉自己不快乐。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做很多的品牌，做很多的推广，但是我们会拒绝很多机会，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而是说在这个物质已经很多的一个时代，我们不想通过我们的影响力和我们的呼声去让人买更多没有那么必须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像很多做自媒体的人一样，大家都经历过一个比较相似的阶段，就是前期可能没有什么收入。对我们来说的话，是2020年初到往后面的将近2年的时间，我们没有通过我们的 social media 挣钱，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乐此不疲，依然可以去用自己非常好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当下，我们对于
从做的这个过程中收获的快乐，远比我们直接用金钱衡量的快乐要多得多。这个也间接的说明了，如果你做的事情是你喜欢做的事情的话，那你往往可能更容易坚持下去。如果你真的为一件事情做全部的投入、全部的努力的话，我相信其实会有收获的，只是或早或晚，或以不同的形式。我觉得我的功利心降了很多，功利心没有以前那么强。最后一点就是我的幸福观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人际关系，所有的幸福也都来自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并不只是指职场还有朋友，它也包括家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除了你的第二个人，那你们就产生了人际关系。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得以帮助我从我以前的职场关系，还有包括我的家庭关系里面抽身出来，它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思考。我明白了，原来我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着，那别人也并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期望而活着。最近我跟我妈视频聊天的时候呢，我们又是像平常一样又聊到了那些家庭琐事中。我那个时候呢，我就说了一句我非常想说的话：没有束缚的爱是最快活、最轻松的。这个真的指所有的关系。今天分享这个主题的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我要先辞职，先去做自由职业，然后我就会像艾拉一样发生上述的转变。相反的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先启动这些模式，然后可以去思考现在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最适合我的，我还能不能提高，我能不能做得更好。如果不好的话，我能不能转身离开？如果几年前我有现在的这种思维模式的话，我说的是可能会在当时那个工作领域里面可能会做的比我之前要更好，我可能会更加享受那个工作。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一句辞职，一句做自由职业这么简单，而是我们从现在这一秒就去审视我们自己的状态。自由职业是帮助我寻找到自我的一个机缘，那么你的机缘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